为什么说高达 C 的世界永远不会迎来和平？首先，咱们把刷因为万代想赚钱的小伙伴插出去哈。本期视频咱们只讨论剧中的设定，不考虑那些肮脏的大人思维啊。其实关于 C 的宇宙该如何迎来和平，早在高达 C 的第2季完结时，就有很多人吐槽，这感觉打来打去，自然人与调整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跟第1季一样，两边打累了签个条约缓缓而已。观星者播出时，很多人猜测，在下一部剧场版中，人类内部的战争肯定要结束了，鲸鱼翅膀所寓意的外星文明估计要来了。结果啊，就是万代拿着做 C 的赚来的钱，去做了日本动画界第1部以高清规格放送的作品《高达00》，然后一眨眼，将近20年过去了，新的剧场版 Freedom 上映。大家心想，这一下总该给个大结局了吧？结果看完以后发现，这根本不是啥大结局，它就是以高达 C 的为主题的春节联欢晚会而已。虽说对剧中交战双方的主体矛盾没有给出答案，但对高达电影的最高票房倒是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以万代的尿性，这赚来的钱会不会拿来做 C 的续集还真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万代想，就肯定能做得下去。今天就来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C 的宇宙最主要的冲突就是自然人与调整者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两拨人属于什么冲突呢？这里我给大家先分析一下这两拨人的成分啊。首先是自然人，总人口150亿，他们跟咱们一样，投胎到这个世界上就主打一个随缘，天生资质的不同，家境的不同，所处环境的不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本就巨大无比。再加上有的人勤奋点，有的人运气好点，最终走出来人生路线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可是呢，由于大家投胎的时候可以算是自己选的，所以很多人还能安慰自己，哎呀，人家确实聪明，哎呀，人家确实努力，哎呀，人家确实有实力。这时如果突然有人告诉你，其实那些人上人都是上一辈花钱把他们创造成这样的，人家就是个懒癌，学习成绩也比你好，身体素质也比你强，不但如此，你辛苦打拼一辈子，攒钱输给自己孩子也给整个调整者，最多也就调整成一个捧哏的，还没人家那背景能当上大副的，可能连 Plant 都住不进去的，你会怎么想？这里可能有人好奇了啊，Plant 不就是调整者云集的地方吗？怎么我家儿子调整了还进不去呢？那你还是想的太简单了啊！其实 C 的里的殖民卫星不只有 Plant， 像 UC 那样的奥尼尔桶型殖民卫星也是有的，也就是 C 的前2集中被炸的那个赫里奥波利斯，它隶属于奥布，而咱们常说的 Plant 指的是由第1个调整者乔治格伦所设计的沙漏型的殖民卫星。它与传统殖民卫星最大的不同就是形状不同，听起来好像是废话啊，但是这个形状真的是至关重要。C 的宇宙中的桶型殖民卫星直径只有3000米左右，云高普遍在600到1000米，再加上居住区相对密集，导致卫星内部显得相当狭窄且拥挤。外壁虽然结实，但也没那么结实。咱们再来看看沙漏型殖民卫星，两侧呈圆锥状，人只能住在位于2级的圆锥底侧，是不是感觉空间利用率小了点？给大家说个数啊，这个圆锥底部的可利用面积为160平方公里，相当于是北京3环内的大小。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北京3环内大概是有多大啊，就这么大点地方，还有70%是水域，岛中的陆地上还铺满了植被。可是啊，它每个沙漏型殖民卫星只计划容纳约50万的居民，这对比桶型殖民卫星人均居住面积可以说是非常大了。同时呢，他们还享受着10千米高的天空、拟真的风、海流与温度变化，而且人家殖民卫星的外壁还可以自我修复、自我调节阳光渗透率，防御力也是相当的强，2代机都要打很久，懂了吧各位？它虽然大小是对标了北京3环内，但生活环境主打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就这么比喻吧，桶型殖民卫星就相当于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城市，而沙漏型的殖民卫星相当于是高端别墅区，里边住的人也是天差地别的。所以说能够住进 Plant 的人，那都是有钱有势大家族出来的调整者，不但调整水平普遍很高，人家家底儿本来也厚。你再想想，Plant 那6000万的人口，经济体量却与150亿人口的地球相同，人家那资产阶级利滚利的速度，你地球居民想跟他公平贸易竞争得过吗？这便是阶级冲突。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家族都把自己的2代拿去做调整者了，剩下这部分家族主要就是受蓝宇宙影响的地主老爷们了。他们说白了，其实孩子的基因本来就不差，不做啥调整也非常优秀。关于调整者与自然人的上限，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的视频。而这部分人为了与 Plant 那边进行政治以及贸易上的竞争，会以蓝宇宙思想为基础，煽动民众与 Plant 为敌。对于不少脱离了旧时代宗教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新的宗教战争。
争，这便是理念冲突。最后，调整者还有一个缺陷，就是第3代调整者的出生率非常低，导致他们必须要实行婚姻管制，才能够确保后代的出生。在此政策下，男女之间的感情不重要，家庭之间的磨合不重要，能不能生孩子才是最重要的，导致很多调整者把婚姻看成是造玩的途径罢了，并没有投入啥感情，也没有什么家庭观，久而久之必然会演化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状态以及人文风貌。再加上他们长居于宇宙，往大了看，他们认知里的时间、空间、文化都会与地球人大相径庭，这个差距就已经不是民族差异了。你要是算上调整者和自然人结合，会被自然人慢慢同化的设定，它已经是相当于是2个种族的差异了，这便是种族冲突。所以说这么2拨人，他们有着阶级冲突、理念冲突，甚至是种族冲突，你说他们咋和平相处？天王老子来了，他们也和平不了而编剧又肯定不敢写什么一边灭绝另一边的剧情，那就只能让战争一直持续下去喽。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只要卡加利稍微牺牲一点儿，根本不需要战争 ，C 的宇宙就能迎来和平。可能有人奇怪了UP 你之前的视频不是说 C 的中自然人与调整者之间的矛盾根本是无法调解的吗？怎么现在又说的这么轻松？卡加利做点小动作就能世界和平？不有这么大能量？哈哈哈，确实要靠咱们卡姐。只不过过程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不是动用什么政治手段，而是通过合理的生孩子来实现。基于 C 的新剧场版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阿斯兰和卡加利至少在精神上已经是坦诚相见的了，俩人基本上也就差要个孩子了。可是呢，有一个小问题，如果阿斯兰跟卡加利生孩子，另一边吉拉和拉克斯生孩子，那阿斯兰和吉拉就没法定娃娃亲了，因为吉拉和卡加利是亲兄妹，亲兄妹的孩子结婚那可是近亲结婚而吉拉和阿斯兰感情又这么好，你看吉拉一被欺负，阿斯兰就垮个臭脸出来救火了，这可是过命的交情有人可能说了他俩成亲家很重要吗？很重要这个一会儿再说那阿斯兰心里说了，这娃娃亲结不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就去劝卡加利，哎呀，你看你现在公务这么忙不又离不开你，也没时间生孩子。卡加利说了，你别给我整这些没用的你就说你想跟谁生吧。阿斯兰说，哎呀，你看这不是还有美玲呢吗？你俩也见过面，聊得还挺好。卡加利心想了，老娘确实忙但你这搞个庶出也不合适，要不这样吧，生完了以后过继到我们阿斯哈家，这也是我们家族老传统了以后也算有个继承人。阿斯兰说中，然后呢找到美玲这边，美玲肯定乐意但露娜那个当姐姐的未必乐意，毕竟没有名分于是就找飞鸟商量。飞鸟一听这事儿，哎呀，顿时感觉好烧脑让我盘算盘算大河队长和拉克斯总裁生孩子就叫他拉克基克莱因吧，二哈郎和小姨子美玲生孩子就叫阿斯灵阿斯哈吧。他俩结婚，那也就是说我也能和大河队长攀上亲戚了，因为露娜和美玲是姐妹美玲的孩子就是我飞鸟的姨外甥女大河队长的孩子跟我姨外甥女结婚，那我跟大河队长高低也是个远房亲戚吧。于是飞鸟就玩命点头，可以，这桩婚事我看行露娜虽然是个正常人，但看自己的妹妹开心的要升天的表情和飞鸟那算计的小眼神也没办法，就只能同意了。毕竟卡加利那边特别忙，也没时间跟阿斯兰贴，就下头狼那德行，憋久了再霍霍别的女孩去。美玲至少是卡加利官方认证过的不是？事后呢，吉拉拉克斯果然生了个儿子，也就是拉克基克莱。而阿斯兰呢和美玲也生了个女儿，也就是阿斯灵阿斯哈。顺便一提你看阿斯兰那性格简直天生就是带女儿的料两家挺开心赶紧去迪兰达尔议长坟头烧个香。为啥呢？要确保两家孩子基因匹配以后能生娃这迪兰达尔议长墓也是真灵验，沙斯兰跟拉克斯当亲戚，那个才是大事儿。这意味着 Plant 两大阵营萨拉派和克莱因派正式联姻了知道前面为啥我说吉拉和阿斯兰定娃娃亲很重要了吧？这么一来首先 Plant 内部的派系斗争就能停下一大半了，还有一小半是谁就是迪兰达尔的议长派。这一派呢，虽然政治力量很薄弱了，但是2轮命运计划战争打下来，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而这一派留下代言人是谁呢？嘿嘿，只见亚瑟邪魅一笑。不好意思不可能是亚瑟只见飞鸟邪魅一笑，正是在下和在下的夫人。当初议长封的 Face 死的死，逃的逃，就剩下飞鸟了。而露娜那边其实也不简单，要知道整个密涅瓦号上面一开始就3个红衣，其中就有露娜玛利亚浩克，而 CIC 的要职呢还是由美玲浩克担任。霍克家虽然一直不显山不漏水，但从在军队的影响力来看能把姐妹同时送进密涅瓦做要职，那肯定是不简单的美玲跑路了，霍克一家就没被牵连，说明霍克家跟议长肯定是
过硬的交情啊。所以啊，飞鸟跟露娜这一对儿就是迪兰达尔议长派的合法继承人啊。虽然他俩都不认什么命运计划哈，那美玲和阿斯兰生孩子搭上克莱因派和萨拉派的线了，这层关系啊还是比较薄弱。关键是这个时候啊就需要谁出场了呀？我虽然很想说我心里边最喜欢的角色以扎克啊，但是以扎克毕竟已经是克莱因派的了，没必要拉拢了。那只要拉拢一下自然人就行了。没错，就是木叔和马留的孩子刘鲁弗拉达。实际上弗拉达家族就算灭了啊，在地球联合那边也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尤其是木叔在一战时期的表现，恩底冥王之鹰的称号啊响彻街头巷尾。另外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没有啊，在蓝宇宙和 Logos 基本被铲除以后，自然人的军事力量地球联合基本在 Plant 和各个与 Plant 有关的中立国面前就抬不起头了，联合的宇宙舰队甚至还被基金会血虐。其实这已经隐约表达了自然人越往后走日子越不好过了。 Plant 以及各个与 Plant 有关的中立国科技实力啊都是碾压地球联合的存在了。 C 的宇宙的未来啊不至于说调整者会灭了自然人，但自然人基本上也是被圈养的对象了，给你地上150亿人吃饱喝足就行，别跟那儿闹事儿。未来等 Plant 完成了太空殖民的技术突破，就把自然人往外太空送了。而木叔作为自然人的英雄，马留作为第8舰队的独苗，他俩的孩子啊跟调整者通婚，从政治层面上就代表着自然人要与调整者达成一定的和解了。最后拉克斯克莱因和阿斯灵阿斯哈生下的孩子就叫他阿斯基克莱因吧，与明日香霍克和刘鲁弗拉达生下的孩子就叫他香达弗拉达吧。再结婚，整个宇宙中自然人、中立国、调整者的顶级权力就汇集到一起了。他们生的第一个孩子，那就是 C 宇宙第一个大一统皇帝，就叫他拉屎皇吧。C 的宇宙自然啊也就迎来和平了，不是？你再想想卡加利那点牺牲，是不是相当至关重要了呢？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啊，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其实高达 C 的新剧场版 Freedom 就说了3件事儿：第一，命运计划就是错的；第二，拉克斯和吉拉就是纯爱战士；第三，阿斯兰真可靠，飞鸟真可爱。咱们一个一个细说啊。命运计划是错的，这个算得上是整部剧场版的核心思想。标题是 Freedom， 也就是命运计划的反面，虽然俗，但也取得恰到好处。我前不久刚做过视频啊，列举了官方设定集中的各种原文，来阐述人们对工作的不满。3，已在职的工作者会丧失自己辛苦获得的成就。该计划对现有社会的冲击啊是无法估量的。其实，在 C 的 D 中，无论是给到议长的各种阴谋得逞的镜头，还是借由主角团之口说出的命运计划的不合理性，都是从剧中正面说明了该计划以及迪兰达尔议长的问题所在。只不过啊，有的观众就是喜欢阴谋论，就是喜欢四处宣扬所谓的黑料，所以啊，剧组才在设定集中进一步说明了命运计划的问题。然而结果就是这些人无视了剧中直截了当的解释，硬要自行脑补正义的议长以及拯救全人类的命运计划被腹黑拉克斯大魔王和战争机器吉拉消灭。你说他看剧就喜欢以偏概全，干脆直接给他看设定吧。他又说设定集里边都是后着不的，不听王八念经。这下好了，编剧直接拿出一整部剧场版，就是要重拳出击，直截了当的说明命运计划这种基于武力压制以及控制人生自由的东西，就是不应存在于人类社会当前的普世价值观中的。比如有人说命运计划是自愿的，剧组呢也是直接拿拉克斯开刀，拉克斯生下来就该跟黄毛配对，而且一旦配对成功还能统治世界。但对于拉克斯来说，这真的是幸福吗？太生动形象了啊！换到命运计划，就是你生下来就是应该当总统的料，权力够大了吧？可有人啊，他就是喜欢成天去网吧打电动，把他强行按到主席台上去演讲，他真的幸福吗？而且制作组也很巧妙，一上来先让主角团自我质疑，难道当年阻止命运计划错了？让支持命运计划的人啊有了充分的代入感，然后呢，再在后面的剧情中就是各种错个屁就该弄死命运计划，可以说是真的把人骗进来杀。然后呢是第二点，很多动漫剧情虚无主义者以及阴谋论爱好者都会把拉克斯想象成处心积虑、暗中操作，一步步上位夺得大权的恶女，而吉拉呢只是被他利用的棋子。俩人啊是看谁不顺眼就干谁。把议长干了以后，解决世界纷争了吗？没有，这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剧场版关于这一点啊也是明说了，吉拉、拉克斯这俩就是纯的纯爱战士。你说拉克斯为了权力算计身边人，那人家面对黄毛的一起统治世界的邀请，可是完全不为所动啊！而且他满脑子里边只有吉拉，吉拉开心他就开心。换吉拉那边也一样，剧场版里的吉拉依然被克队当年说那句话所困扰，那就是他只会战斗，别的干啥不行。要么说克队真的是领先版本30年呢，后面的反派啊不过是克队理论的拙劣模仿者罢了。
不过最后吉拉也想通了，自己可能确实不是干政治的料，但只要拉克斯开心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尔虞我诈，没有什么政治手腕。剧组摆明了说了，我们就是在拍偶像剧，你们别给他俩加这么多戏，人家俩谈恋爱关政治屁事儿。最后的第3点就是扶正了阿斯兰的形象，提高了飞鸟的待遇。CDD 中的阿斯兰啊，优柔寡断，磨磨唧唧，不是被女人纠缠，就是被兄弟硬刚，属实是跌份儿。然而剧场版中的阿斯兰那是纯纯的救火队长，吉拉要黑化，用自己的军体拳修正压呢；反派要读心，用卡加利特身体震撼压呢；主角要团灭了，没关系，阿斯兰会救他们的；敌人太强，没关系，阿斯兰会想办法羞辱他们的。甚至啊，他初登场时的音乐还有几分飒爽的瞎压的感觉，观感直接拉满啊！再说飞鸟，基本上大多数看完 CDD 的对这个角色啊都不会太喜欢，但飞鸟其实是在原剧中偶尔可爱一下也相当讨人喜欢了，这下剧场版里边直接成了吉拉的小跟班了，一口一个大和队长，甚至阿斯兰修正吉拉时都想要上去护着点队长，对敌人啊那也是恶意满满，把主角团不方便展露出的敌意一个人包圆了。这种嘴臭小孩突然成为自己人，把对面一顿喷的感觉，不得不说是真的舒服。而且飞鸟那直肠子性格、对命运高达的热爱，以及在战场上不过脑子的战斗方式，基本承包了全剧80%的笑点，另外20%呢则是由下头狼和震惊亚瑟包圆。所以说呀，这部剧看下来基本上就是又打了一遍命运计划，但你说主角团给出什么和平方案了吗？没有。可话又说回来，为啥一定要给出呢？多少高达剧除了00全人类集体飞升，又有哪个剧真正解决纷争了呢？我倒是觉得啊，放弃这些当代编剧根本不擅长的文戏，让情怀和喜悦充满整个影片，这无疑是这部剧场版最成功的地方，真是活该他拿下高达电影最高票房纪录啊！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绝大多数自然人来说，咱们那基因啊都是平平无奇的，人家天上的6000万调整者可不是吃素的，个别人除外啊。他们基本上就已经把所有最好的职位都给占满了。然后呢，150亿自然人这边咱不多说了啊，至少有1%的人对应各个领域都是上等马，剩下的99%的人那都是当小螺丝的份儿。这会面临什么问题呢？反正我都是做这个工作，我努力不努力都一样，反而会造成生产力的低下。然后呢，管理者一看，哎呀，这咋办呀？不给你们定工作量，看来是不行啊。接着就开始给你定 KPI， 达不到就罚。熟不熟悉？这跟现代社会有区别吗？甚至还不如现代社会，因为你连换工作的机会都没有。说不好听点的啊，命运计划真实行下来，跟奴隶制啊估计也差不多了。你觉得这样的社会真的能解决纷争？这不是逼着人民揭竿而起的吗？所以说啊，只有在火星那种开荒的环境下，命运计划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毕竟啊，那就是追求人类工作效率的最大化。就这，在火星那边命运计划还失败了，你更别提拿到地球圈了。而至于迪兰达尔推行的命运计划，到底是出于什么心理？他是否是 CDD 战争幕后的推手？这个呀，就等下期咱们再聊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